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organ。今天呢，带大家来到 Vernal Utah 的恐龙国家保护区。恐龙国家保护区呢，占地非常的广，它横跨了犹他州跟科罗拉多2个州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因为挖出了大量的恐龙化石，而成为国家保护区。那在犹他州境内的 Dinosaur Quarry 呢，有整面的恐龙化石墙展示，在科罗拉多州呢那边却没有，所以大部分的游客呢都是到犹他州这一个游客中心。那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呢，要控制入场观看的人数，所以呢现在没有办法直接开车上去 Dinosaur Quarry 看化石，必须要先上网预约搭乘接驳车的时间。那在等接驳车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在这个游客中心逛一下。他们在入口处这边呢，有个真的恐龙尾巴骨头的化石哦，还有呢整个恐龙化石保护区的地形模型可以看。那旁边呢还有小型的礼品店，有恐龙模型，然后还有恐龙的脚骨头，但是这个是假的啦，等一下我们去看真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排队等接驳车，可以看到前面一批游客下来之后呢，就有工作人员上车去消毒车子，才给下一批的游客乘坐。然后呢，乘坐的时候呢，中间也有间隔一格，不开放座位，让每个家庭呢都可以分开来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出发去看恐龙化石墙喽。坐接驳车呢，大概只要5分钟的时间。司机呢有介绍前面这一座山，石头堆积起来的形状呢，就有点像剑龙哦，其实还真的有一点像。好啦，很快就到了 Dinosaur Quarry， 直接翻译呢就是恐龙采石场，或是恐龙挖掘地。那这里呢是在1909年的时候呢，第一次发现了恐龙的尾骨，之后呢才开始大量的开采，发现越来越多的恐龙化石。那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恐龙化石墙，真的是镶满化石的岩壁哦。我们通常在博物馆都可以看到一些恐龙的化石，但是看到化石以最原始的样子保存在这么大一片山岩里面呢，大概只有在这里才看得到咯。那经过研究发现呢，这些恐龙是生活在1.5亿年前侏罗纪时期的恐龙化石。当时的洪水呢，将恐龙还有一些其他的动物呢冲到这一个区域，它们就被深深的埋在了地底下，渐渐的呢也就岩化到了这个岩石上面。所以游客来这边不只可以观赏到恐龙化石，还能见到其他罕见的动植物化石。那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这一大片的恐龙化石墙哦，有脊椎骨、腿骨，还有不知道是哪一个部位的骨头，就是没有看到恐龙的头骨，那可能已经先被挖走了。那这边呢是可以摸恐龙化石的地方。那因为疫情期间呢，旁边还特别放了消毒的干洗手给大家使用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这边，搞不好呢，这个山里面还有很多的恐龙化石都还没有被开采出来呢。那我们现在到楼下这边呢，可以看到一些开槽的痕迹，像这边有一条一条的，可能有挖出了一些恐龙化石。那另外呢，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一个椅子，好可爱，这是骨头造型的椅子。那如果有带狗狗来的话，搞不好狗狗会很兴奋。另外呢，看这个是一整片的恐龙化石，恐龙的身体、恐龙的头，但是中间脖子、颈部的部分呢就有缺失了，很可惜。
好啦，接下来跟着我们到前面去摸化石吧。哇，我摸到恐龙骨头了，1.5亿年前的骨头哎，好稀奇哦。那这一块呢，感觉还上了亮光漆，可能是因为太多人摸了，所以骨头越摸越亮了，真的好大一个哦。然后呢，这边还有不同的骨头可以摸，看这一块骨头，可能这一块骨头当初就已经被压碎了，之后呢才变成了化石，哎，真的很硬哎。化石就真的跟石头一样，所以呢，这整面化石墙呢，感觉就是个恐龙冢。所以如果要说这是恐龙冢的话，应该要很难过。但是我还是很兴奋，怎么办？那这边呢有一个小的剑龙骨头，那因为呢没有找到完整的骨架，所以就用这个亚克力板架了一个剑龙的模型出来，再把骨头放上去，让大家可以看出来化石呢是属于剑龙身体的哪一个部分。那我们参观完恐龙化石墙之后呢，就要坐接驳车回去旅客中心咯。那来这个国家公园保护区呢，还可以去化石步道走走。如果运气好的话呢，还可以看到户外岩石上面的生物化石哦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影片的朋友记得帮我按个赞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